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之前我做过一期视频，聊过波尔布特为什么在中国互联网上走红。这期视频想和大家聊一聊许世友这个网络梗，以及许这个人身上有哪些值得我们思考和关注的点。在我看来，许世友的性格是非常有代表的，因此最后我还想聊聊他的性格与中国文化、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许世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将领，1906年出生在当时湖北省的一个贫穷的农村，8岁时去少林寺学习武术，当过和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1954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在官方的宣传中，许世友一直是一个豪迈粗犷的武将形象。他作战勇猛，爱喝酒，说话粗鲁，还有点憨厚，而且对母亲很孝顺。总体来说是个正面人物。许世友在中国的中老年人心中知名度较高，但年轻人并不熟悉。不过大约是从今年开始，关于许世友的段子开始在知乎和 B 站传播。其中最有名的梗就是能文能武，长相十分英俊。这个梗起源于一位名叫这里是安全堤的知乎网友，他对许世友的事迹非常熟悉，在网络上介绍许的故事时，往往会加上一句许将军能文能武，长相十分英俊。这里的能文能武指的是许世友在文革中担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时搞的2挖政策，一是挖煤，二是挖516分子。516分子指的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所谓的反革命集团。许世友曾经怒吼道，挖煤和挖516分子一样，都是挖黑的。先说说挖煤。挖煤的起因是响应毛泽东抓革命、促战备的号召，他把在江苏开发煤矿当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许世友鄙视专业知识，认为单凭自己的感觉也能判断出地下是否有煤田。江苏省动员了大批的机关干部、知识青年、农民和军人参与到挖矿行动中，结果是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后，仍然毫无收获。虽然许世友在开采煤矿上碰了壁，但在整人方面却是战果累累。在江苏省清理516分子运动中，许世友借机打击异己，大搞刑讯逼供和举报告密，导致全省被定为516反革命分子者达到26万人，其中死伤6000多人，被逼死2500多人，其规模还要远超1957年的反右运动。由于许世友鼓励互相检举揭发，只有交代出同伙才能过被放过，因此受害者的人数往往是滚雪球一般的扩大。在被列为重点清查对象的单位里，受害者的比例之高往往令人震惊。例如在南京电子管厂，3800名职工中有2700多人被迫接受审查，1226人被认定为516分子。在省纪委会常委的45人中有25人被打为516分子。而在有200名干部和科技人员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被定为516分子，反革命分子和特务者就达到180人。显然，能文能武在这里是一种讽刺的说法。在相当多传播许世友梗的网友那里，许的形象是非常恶劣的，他绝不是一个憨厚单纯的武夫，而是相当有心机。那么，真实的许世友是怎样的人呢？从许世友的人生中，我们会自然产生很多疑问。站在党的视角来看，许世友的出身并不算非常好。在加入红军后，许世友一直是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干部，而非毛泽东的嫡系。随着张国焘被批判，许世友在1937年遭到了排挤。当时许世友联络同样受排挤的干部，试图逃离延安，到山里去打游击，结果被人告密，最终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按理说，这是一场严重的背叛，许世友应当判死刑，但毛泽东没有杀他，反而肯定了他的能力，这让他大为感动，当场下跪，从此收起了对毛的憎恨，转而彻底的效忠于毛。在文革中，毛泽东又一次拯救了许世友。当时南京等地的造反派反对许世友，许感到自己生命岌岌可危，甚至做好了再次跑进山里打游击的准备。
毛泽东再次肯定了许是一个好人，不允许造反派批斗他。1968年，江苏省革委会成立，许环被任命为江苏省革委会主任，从此在官场上牢牢地把握着权力。毛是一个很容易感到不安全感的人，当然这也是专制者的通病。毛曾经的那些同事和战友，比如刘少奇、彭德怀、林彪、朱德、周恩来这些人都在文革中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为什么许世友可以一直稳定地被毛泽东宠信？我想，这与毛泽东和许世友两人都在不自觉地扮演自己的文化角色有关。毛和许的关系其实就是宋江和李逵关系的升级版。在《水浒传》中，李逵初次见到宋江时是非常粗鲁且无礼的，然而宋江则对李逵非常的大方和慷慨，当场给了10两银子让李逵去赌博。戴宗劝阻宋江，说李逵是贪酒好赌的人，赌输了可还不上钱。宋江并不计较这些，还赞扬这人倒是个忠直的汉子。这件事让李逵对宋江心悦诚服，从此心甘情愿地做宋江的小弟。专制统治者往往喜欢李逵这样忠直的人，因为这种人内心中并没有真正高于衣食酒肉层次的信念和理想，很容易被简单的、表面的肉体关怀而感动，并对给自己施恩的人彻底服从。他们的逻辑是，谁拯救了我的肉身，对我的身体好，我就认为谁是我的主人。而真正有理想、对道德有思辨能力的人，却不见容于这种制度。毛泽东在延安开始创立等级次序制度时，最大的拥簇正是那些农民出身的武将们，他们是特权制度的忠实支持者，很容易被专制统治者所许以的等级制度所收买，也很容易将打天下、做天下、排座次视为理所应当的。同时，这样的人也往往非常孝顺，因为既然没有高于身体层次的理想和对灵魂超越性的追求，那么就必然将拯救肉身视为唯一的真理，而父母是给了自己生命的人，自然是最应当听话和服从的对象。孝顺的人往往有很强的人格依附性，这也是专制统治者偏爱孝子的原因。比如前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就因为孝顺而被一尊赏识。他在福州时经常牵着母亲的手在省委附近街道散步，蔡奇的同事和同学都认为他非常忠厚，乐于帮助别人。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个忠厚的孝子，一个非常符合中国传统道德标准的人，在执行上级命令时却是一个彻底的酷吏。在2017年北京驱赶所谓低端人口的事件中，蔡奇严厉地说，到了基层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敢于硬碰硬。这种对领袖坚决和彻底的服从，其实正是从原生家庭中和父母关系中复制而来的。官方媒体总是乐于宣传许世友的孝顺，似乎许是一个特别重情重义的人。然而这种性格也是一种典型的宗法农民的性格，他的情和义基本止步于宗法关系的小圈子，而不可能产生出对个性和普遍人性的尊重。因此，对于那些超出宗法关系的人和事，及人的自由和独立的一面，如许世友和李逵这样的人，则可能表现出超出寻常的粗暴。许世友在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行为，也不纯粹是出于权力的考虑，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自己对教养和文化的仇恨和怀疑，即宗法农民对于农民文化之外的东西的一种本能的排外和厌恶情绪。而在《水浒传》73回中写李逵撞见狄太公的女儿与相好的私通，李逵将两人砍死，还说这等阉脏婆娘，要你何用？在李逵看来，一个偷情的女人就已经不再是人了。从某种角度上说，李逵也是有着自己的文化的，虽然他并不读书，但宗法农民的价值观仍然通过各种渠道深深植入他的意识中。而这种农民的人格和农民的君主往往能一拍即合，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专制统治的结构。例如，李逵在梁山108将中排名高达22位，然而李逵不论是声望、武艺还是对梁山发展的贡献来说，都算不上出色。他在加入梁山之前是个江湖混混，没有自己的团队，
而且由于鲁莽经常惹祸，但由于宋江的偏袒，李逵总是平安无事。在李逵憨厚的外表下，其实也有着一种中国特色的生存智慧，那就是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只要紧紧抱住宋江这棵大树，其他所有的缺点都可以被化解。而宋江也需要李逵这样的粗人来分化瓦解其他的势力，替自己做不方便做的事。许世友也同样以这种形象示人，他多次见到毛泽东就下跪，痛哭流涕，对毛的忠心溢于言表。有人说他是愚忠，也有人说他很有心机。其实愚忠和心机在这里并不构成根本矛盾，而是就不同的维度而言的。正如一位网友说的，人民群众在分辨谁不能欺负时，眼睛都是雪亮的。这其实是生活在权力至上环境里的基本生存技能。赫尔德曾经评价中国人有着孩童般的复杂心态，这里的孩童指的是心智和人格上的不成熟，而复杂的心机指的是在智力水平上又有着一定的推理能力，能够算计别人需要什么，但这种能力只是工具性的，并不会使一个人产生更深层的思考。这就是这种人格看起来很扭曲的原因。总的来说，许世友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不过再一次暗示了1949年的中国革命，其实质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场旧式的农民起义，它的思想本质与原初的马克思主义、法国革命等关系没那么大，而更多的来自于中国传统的皇权体制。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我会把本期视频放在历史与社会这个列表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咨询或与我讨论，请联系我的邮箱，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频道收藏视频的文字稿。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